這個季節的蘋果風味誘人，而且有良好的保健功效。老人常說，每天一蘋果，醫生遠離我。但是在吃它之前，一定要保證它的新鮮度。我們家常常備着蘋果，對儲存蘋果有着一些經驗。今天就給大家分享關於保存蘋果的那些事。許多水果經銷商都會把蘋果儲存在果品倉庫裡，可以保鮮幾個月。這是因為沉香的蘋果經常使用一種名叫甲基環丙烯，這種氣體可以阻止蘋果在組成過程中因為氣息的作用而過度成熟。一旦蘋果被銷售出去，脫離了這種氣體環境，蘋果很快就會成熟。而對於我們來說，更在乎的是，如果我們多買了一些蘋果，想在家長久儲存，保持它的新鮮度，怎麼樣才能做得到呢？相信多數人都喜歡把買回來的蘋果直接放進冰箱開始保存。其實這個方法是錯誤的，蘋果上面的營養價值就會直接在冰箱裡面發揮。當我們再將蘋果拿出來之後食用的時候，蘋果不僅和其他食材會串味，而且它的口感也會變得很差。無論是怎樣的一種方法儲存蘋果，一定要先把蘋果檢查一下。像這種磕碰的蘋果就及時吃掉，不適合長久儲存了。我們首先準備一個小碟子，然後再往小碟子裡面倒點高度的白酒。接下來準備一個大一點的盆子，再把小碟子放進盆子的中間，然後再把蘋果一個一個的放盆子裡的周圍。白酒可以令蘋果長久的保鮮。如果買的是一整箱的蘋果，也可以用一個小杯子裝點白酒，直接放到紙箱裡面。用這個方法去保存蘋果，保存半年，蘋果還是新鮮多汁的。再用保鮮膜把盆子的口給它封住。用保鮮膜封住之後，可以放到一個溫度比較低的環境下面。如果是蘋果的數量比較少的話，可以直接放到冰箱裡面，把盆子的口全部給它封住，以防空氣進入。白酒保存的方法可以防止細菌侵入之後導致蘋果腐爛。用這個方法保存蘋果，保存幾個月，蘋果的口感依然鮮甜多汁的。第二個方法，準備一個大一點的盆子，然後放一勺食鹽，倒入一盆清水，然後用手攪拌均勻。鹽融化了之後，再把蘋果給放下去。蘋果皮含有大量的果蠟，還有農藥殘留，還有細菌。那麼食用鹽就可以起到一個殺菌消毒的作用，能夠很好的去除表皮上面的果蠟和細菌，還有農药殘留。平時如果切開了蘋果吃不完的話，也可以用鹽水泡。用鹽水泡蘋果可以防止蘋果氧化變黑。秋天的蘋果是最養人的，這個時候的蘋果特別的新鮮，也是特別的好吃的。蘋果的營養價值特別高，含豐富的維生素，特別是一些女性朋友，平時想要皮膚光滑有彈性的，可以多吃點蘋果。蘋果裡面含了蘋果酸，還能夠促進熱量的排出。蘋果洗乾淨之後，就用乾淨的紙巾給它擦乾。想要長時間保存蘋果，蘋果的表皮不能有破損，也不能有水漬。蘋果的表皮一旦有破損或者是有水漬的話，就特別容易腐爛。就像這樣子，全部給它擦得乾乾淨淨的。這個時候再準備一張保鮮膜，把蘋果給包裹住。這個是空氣隔絕法，可以防止蘋果腐爛、發煙、發黃。一般種蘋果的老農或者是賣蘋果的老闆都喜歡用這個方法去保存蘋果。用這個方法保存蘋果，可以保存時間特別長，而且水分不容易流失，而且可以防止一些細菌侵入。就像這樣子，把每一個蘋果都獨立包裝起來。包裝好之後，可以直接放到箱子裡面，或者是放到外面也沒關係。下面看一下保存蘋果的第三個方法。我們先觀察蘋果表面，看看是否有水珠。因為我們在購買蘋果時，大多數商家都是噴灑一些清水來保持這個蘋果的新鮮度。如果我們看到蘋果上面有水珠的話，需要把它表面的水分給晾乾了再進行保存。我們保存蘋果是不需要清洗的，如果清洗過後再保存，蘋果容易腐爛。
我們只需要像現在這樣保持住它的表面乾燥的狀態就可以了。再拿來家中的廚房紙巾或者是面巾紙，把這個蘋果給包裹起來。紙巾有很強的吸湿能力，可以吸附空氣中產生的氣珠。把這個蘋果像這樣包裹起來，讓蘋果處於一個密封的狀態。然後來準備一個紙箱，在紙箱底部給它墊上一層舊廢紙，然後在裡面撒上一些食用小蘇打。這個食用小蘇打可以充當乾燥劑，能夠吸附空氣中侵入的水分，這樣就可以讓我們的蘋果保持無水的狀態。我們再把蘋果依次放到這個紙箱中。這個紙箱我們一定要選擇硬朗一些的紙箱，這樣來保存蘋果，它就不會發生串味或者是腐爛變質的情況。最後我們把這個紙箱給蓋好，想吃的時候就隨吃隨拿就可以了。用這個方法保存蘋果，放上2-3個月，它的營養以及水分都不會流失，依然是和新鮮的一樣香甜多汁的。秋天剛好是蘋果成熟的季節，這個時候的蘋果也是自然熟的，可以多買一點蘋果存放在家裡面。蘋果的熱量低，營養高，吃蘋果的好處也是非常多的。好了，今天的視頻內容就分享完了。喜歡我的視頻朋友，記得點讚、轉發、分享哦。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多的朋友，別忘了關注我喲。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盼盼，我們下期再見，拜拜。